最全面、最细致的巫师世界观简史。本视频耗时2个月制作，我们将基于巫师原著小说《猎魔人》出发，再结合巫师1、2、3代游戏系列的内容，并尽可能的以简单通俗的方法来为大家讲述这部总销量超过8000万份的系列游戏。衷心的恳请大家多多支持。传说在久远的年代，无数平行世界如同漂浮的泡泡，彼此隔绝，互不打扰，而巫师系列所在的世界便是其中一个。为了方便后续讲述，我们暂且把它称之为主世界。大约在1500年前，这些平行世界意外地发生了碰撞。这场碰撞不仅为主世界带来了魔法，还让人类、精灵、矮人等异族跨越了世界之间的间隙。这场意外被后人称之为天球交汇。天球交汇后，主世界便形成了多个不同种族栖息繁衍的局面。因为人类的繁殖能力很强，所以人口的增长速度也非常快。继而人类的实力不断增强，很快便在主世界上占据了优势地位。当初与天球交汇一同降临的，还有那些成群的可怕怪物，比如食尸鬼、狼人、吸血鬼等等。尽管人类已经占据了优势地位，但面对这些素未谋面的怪物，普通的人类毫无胜算。危急关头，一部分人启动了残酷的青草试炼，意图创造超级战士去抵抗那些强大的怪物。于是猎魔人一职便由此诞生。猎魔人的试炼与选拔是极其严格的，因为猎魔人在战斗的过程中必须要针对不同怪物的特性去喝下那些剧毒的猎魔人药水来提升自己的实力。这些药水对于正常人来说是剧毒的，普通人一旦服用，轻则意识瘫痪，重则被活活毒死。因此猎魔人选拔的第一关便是需要候选少年们去服下那些致命的青草药剂，以来强行催化身体变异，来提升他们的毒素耐受力。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仅只有不到1/3的少年们能够扛住第一关。同时青草试炼也提升了他们的魔法能力，因此便能够运用猎魔人的法印去战斗。我们的主角杰洛特便是经过2次突变的狠人，所以这也导致了他的头发是白色的，而不是像他的猎魔人同僚一样都是原来的发色。通过身体变异的那些少年们，紧接着还要经受地狱般的严酷训练，而最终能够完成蜕变成为猎魔人的更是凤毛麟角。如此残酷的淘汰存活下来的猎魔人，他们都拥有超长的感官力量和强力的腰部，搭配猎魔人的独属剑术更是所向披靡。就比如蛇派的猎魔人雷索，他能在精英术士还有几十名精英护卫的守卫下，如入无人之境，轻松取下一名国王的首级。青草试炼虽然给予了猎魔人漫长的寿命，但却永远地剥夺了他们的生育能力。因为训练的过程过于残忍，猎魔人学校现如今已经不再有传承。又因为巫师的世界发生在架空的中世纪，农民的认知经常被谣言所影响，他们认为猎魔人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强盗，所以猎魔人为村民清除怪物威胁时，却经常被村民们视作怪胎。他们依靠微薄的猎魔人酬劳购置装备，调配药剂，就这样有一天没一天的维系着漂泊无定的生活。回望猎魔人的全盛时期，还出现了狼、猫、熊、蛇、狮鹫等众多学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游戏中发现如此之多的流派装备。这些猎魔人往往佩戴彰显身份学派的徽章，而我们的主角杰洛特就是属于狼学派的猎魔人。与猎魔人同样知名的便是术士了。术士从小就具有魔法感知能力，经过训练后就可以精通威力强大的魔法，还可以利用魔法延缓自身衰老，但他们同时也因为研习魔法而失去了生育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主人公与叶奈法没有自己孩子的原因。拥有此等力量的术士们便试图深度介入政治，术士们以此为目的建立起了术士兄弟会，他们吸纳培养法师，并以担任王国魔法师顾问的名义去操控王国的政治。我们在游戏中遇到的叶奈法、特丽斯都是术士兄弟会的成员。在早些时候，兄弟会图谋掌权，但是政变失败，成员大多数被屠杀，组织也因此崩溃。兄弟会的幸存者菲利巴联合其他女士组建了女术士集会所，延续他们的政治野心。这个女术士集会所名如其实，只招揽女术士，而男术士却被拒之门外。无论如何，魔法已然深入巫师的世界，那么也必然会带来变化。就比如一些非人类生物也因为魔法的力量而逐步产生异化。巫师山的沼泽巫婆与湖中女神就是因为魔法影响了主世界的宁芙而来。宁芙的意思就是精灵和仙女，出没于山林、原野、泉水、大海等地，是自然幻化的精灵。而随着魔法的普及与深入研究，一些魔力强大的术士与贤者观测到，平行世界的中心竟然是一片绝对零度、死寂虚无的领域，而造成这个毁灭的现象便是白霜。一旦出现了白霜，那么整个世界将会在数十年被彻底冰封。
通过前文我们知道，穿越到主世界的精灵在与人类争地盘，但是还有另一部分的精灵则留在他们原来的世界。这些穿越到主世界的精灵，我们称呼他们为艾恩西迪族，而留在原世界的同胞则被称之为艾恩艾尔族。这些精灵其实同属一脉，即古精灵族。而古精灵掌握着宇宙间最强大的穿越之力，他们能够轻易的扭曲空间，开启世界之门。但是随着漫长的时代更迭，现在的他们无论是其中的哪一个，都失去了这种穿越世界的能力。不幸的是，艾恩艾尔的世界已经出现了白霜蔓延的征兆。面对白霜的灭世威胁，这个种族便分裂成为两个不同的派别，以来寻求生存之道。这两个派别分别是以狂烈之王艾瑞丁为首的武力征服派，他们主张利用空间能力去侵略尚未受白霜侵蚀的世界，并且殖民过去，以空间换取时间。然后就是以贤者阿瓦拉克为首的血脉潜能派，他们试图发掘并掌握古精灵穿越能力的终极潜力，一种被称之为上古之血的力量，并试图隔绝或封印白霜。艾恩艾尔们经历过数代血脉提纯的努力，终于诞生了能够完美驾驭空间之力的后代，他就是劳拉朵伦。他的血里蕴含着穿越时空的潜能，成为对抗白霜的希望。然而命运弄人，贤者阿瓦拉克本应该与劳拉结合以延续力量，没想到在穿越到主世界后，他与一位人类法师相爱了。这种跨越种族的恋爱，我们都知道是经常以悲剧结尾的，两人最终被判罪追杀。在逃亡的过程中，劳拉在诞下一名女子后竭力而亡，他的这一死就宣告了血脉潜能派计划的彻底失败。狂烈之王艾瑞丁的武力征服派随即掌权，对精灵世界发动了残酷的掠夺战争。但希望的火种并未完全熄灭，在漫长的岁月后，术士们偶然发现，这个劳拉朵伦的女婴被当时的人类皇后收养，其血脉在人类后代中得以延续。魔法的出现不仅为主世界带来了新一轮的秩序，还带来了许多的规则，而其中一个基础规则就是意外率。这个意外率的意思大致是，拯救他人的人也可以按照意外率向被救之人提出报酬。用最为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当你向另一方寻求帮助，对方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他有权向你索取对应的报酬。而如果你不践行这个规则的话，则会带来诅咒般的后果。但如果他不要你的报酬，那么他在你家里看到的第一件东西也可以成为代替支付的报酬。这个东西可能是钱财，可能是锅碗瓢盆，也有可能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像这样的孩子则被称之为意外之子。我们在游戏中遇到的嘴碎的猎魔人兰伯特，就是被意外率带走而成为猎魔人的。而意外率这个规则，即便是国家这样强大的存在，它也必须遵守，如果不遵守的话，便会亡国灭种。它有点像是所谓的命运，违抗命运者将会不得好死。在巫师大陆上存在着两个对立的国家，一个是北方王国联盟，他们更像是我们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各自为战，而南方的尼弗加德则更像是变法过后的秦朝，他们更尊重法律统一。这个意外率带来的缘分就源于杰洛特被当时的北方王国雄主辛特拉的王后卡兰瑟安排了一个委托，有一个怪物和自己的女儿帕维塔相爱了。以铁腕著称的卡兰瑟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允许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怪物的，便命令杰洛特在宴会上除掉他。然而到了宴会的时候，杰洛特一眼看出了这只怪物只是一个被诅咒的人，并不是纯粹的怪物。我们的打桩机没有对怪物下杀手，反而是解除了他的诅咒。怪物的身份揭晓后，众人大吃一惊，他居然就是恩希尔·恩瑞斯，也就是我们在巫师山里面见到的尼弗加德皇帝本人。恩希尔因为政变失败被赶下王座，还被诅咒沦为怪物。如今诅咒解除，恩希尔重获正常人身份，帕维塔便得以和恩希尔结婚。解除诅咒的他出于感谢，便要给杰洛特一件东西予以回报，但没想到的是，杰洛特却使用意外率索取报酬，而这个意外率就是帕维塔与恩希尔未出生的孩子。这个未出生的孩子以后会被他的父母命名为西利亚·菲欧娜·伊伦·雷安伦，用人话说就是西里。因为意外率，西里自出生起，他的命运便与杰洛特紧密相连。而杰洛特与叶奈法无法生育，二人将西里视如己出，亲手抚养长大，所以他们与西里则更像是养父母与养女的关系。西里不仅继承了两个王室的血脉，还继承了上古之血的力量。也正是因此，他被狂烈之王艾瑞丁给盯上了。然而狂烈的愿望并非如阿瓦拉克所想，用上古之血封印白霜。他所企图的是利用西里的能力，为自己开疆拓土，征服领地。阿瓦拉克率先找到了西里，向他揭示自己与先祖劳拉朵伦的渊源，并宣称因为他的人类祖父当年与劳拉私奔，致使精灵族失去了上古之血，西里必须为精灵王诞下拥有上古之血的子嗣，以偿还债务，否则永世不得回归自己的世界。
讽刺的是，因为精灵与人类的审美有差异，精灵王在面对西里时毫无欲望，甚至觉得西里还长得很丑，继而转向求助春药。而狂烈则趁机提供过量的春药，致使精灵王暴毙。一代雄主竟死在了春药使用过度，实在令人唏嘘。精灵王死后，狂烈便趁此机会夺权登基，随即也对西里与政敌阿瓦拉克展开了无休止的追杀，并由此展开了巫师3的故事。随着西里逃亡人类世界，这个消息也逐渐地传到了恩希尔大帝的耳中。作为有着血缘关系的尼弗家的皇帝，且还是生父的他，找来了杰洛特与耶奈法，希望他们能够出发去寻找西里。根据线索显示，西里与阿瓦拉克先是传送到了史凯利杰群岛，由于狂烈紧追不已，阿瓦拉克不得已制造了一场大规模的魔法爆炸，掩护西里逃走，二人也不得不被迫分开。西里则孤身一人逃到了维伦，因为频繁的使用瞬移，此时的他也体力不支，精疲力尽。就在即将昏死过去之际，3个丑陋的巫婆出现在了他的眼前。等西里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时，才发现这里竟然是臭名昭著的驼背泥沼，也就是游戏中沼泽3女巫们的地盘。还没等西里缓过神来，便听到门口3个女巫的大声密谋。原来他们想把西里献给狂烈之王，不过好在机警的西里在狂烈到达之前就提前逃离了这个鬼地方。西里误打误撞地来到了一个名叫乌鸦窝的地方，在当地领主血腥男爵的帮助下，逃亡几个月的他得以喘息片刻，西里也过上了短暂的平静日子。此前阿瓦拉克叮嘱过西里，千万不能够使用上古之血的能力，否则狂烈的军队便会通过魔法标记到他的位置。至少在这一段逃亡期间，西里并未使用这个特殊能力。但为了从石化鸡蛇的手上救下当初对他有过帮助的男爵，他不得不打破禁忌，使用了上古之血的力量。随着他的再次使用，狂烈的军队很快便发现了他的踪迹。西里知道，如果继续待在这里，则会让救过自己的男爵陷入危险。为了众人的安危，也为了逃避狂烈军队的追捕，西里不得不离开威伦，只身前往诺维格瑞。在诺维格瑞，西里找到了杰洛特的老相识吟游诗人丹德里恩，两人便试图修复之前阿瓦拉克给予他的信物。但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无法修补这个信物。在多方打听之后，城内似乎只有一个叫霍桑2世的恶霸才有办法。没办法，西里只能求助于他。但霍桑2世明显不好对付，他提出需要西里先帮他完成一个任务，才会帮他们修补这个东西。霍桑想要诺成另一个帮派老大的财宝，而西里的任务则是帮他抢过来。一番混乱后，西里也算是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霍桑2世根本没有想要交易的意思。这个恶霸从一开始就背叛了西里，他想要独吞财宝，并把西里围堵到神殿岛。面对神殿守卫们的重重包围，西里不得不再次传送走。而这次，西里传送回了当初待过的史凯利杰群岛。阿瓦拉克再次与西里会合，只不过这一次2个人的状况都不佳。幸好他们都接受了史凯利杰岛民的帮助，西里便得以再次喘息片刻。这个村庄有个叫史凯球的年轻人，对西里有好感。在狂烈即将追捕到西里的时候，他作为保镖掩护了西里逃跑。面对狂烈无穷无尽的追捕，阿布拉克知道这样一直跑下去不是办法，并且艾瑞丁早已对自己降下了诅咒，这个诅咒的发作也在分秒般临近。于是他们便把西里的意识抽离，并把他安放在迷雾之岛，这样至少可以让狂烈找不到西里。阿瓦拉克则留下来等待诅咒的发作。最终他变成了一个没有意识的怪物乌玛。巧合的是，乌玛居然被男爵给买到了乌鸦窝。杰洛特调查的线索也指向了乌玛，不得已他便把乌玛带回了凯尔莫罕，准备解除诅咒。而为了解除诅咒，杰洛特众人不得不再一次启用早已失传的青草试炼。一番痛苦且残忍的试炼后，成功变回原样的阿瓦拉克也赶紧向杰洛特透露了西里的藏身之处——迷雾之岛。杰洛特比谁都清楚，一旦找回西里，狂烈的军队必将循着上古之血的印记汹涌而至。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背水之战。杰洛特集结了他能所信赖的每一个伙伴，并给大家制定了周密的战术，意图在狂烈的铁蹄踏入大门之前给予他们迎头痛击。凯尔莫罕保卫战算是巫师3本剧情的一个高潮，你在支线中帮助过的朋友都会来助你一臂之力。不得不说 CDPR 打造的这种任务选择与玩家们的共鸣感还是非常棒的。看着凯尔莫罕的大厅坐满朋友时，老当我便知道之前做支线的付出是值得的。
卡莱穆汗的城墙上刀光剑影，魔法轰鸣，杰洛特与他的盟友们浴血奋战，每个人都拼尽了全力。然而狂烈的洪流远比想象中的更加汹涌无情，即便是再完美的计划，再英勇的抵抗，在宛如潮水般的狂烈军队面前也显得如此脆弱，战线逐渐溃败。更糟糕的是，杰洛特等人都被白霜给冰封了起来，似乎狂烈之王很快就要抓住西里了。而就在狂烈即将得逞之际，猎魔人的导师维瑟米尔挡在了西里的面前。狂烈之王想用西里对维瑟米尔的感情让他束手就擒，但他不愿意自己成为要挟西里的人质，于是他但我就喜欢你任性。目睹如同祖父般的维瑟米尔死去，西里彻底崩溃。为什么自己身边的人仅仅因为想保护自己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种愤怒便促使了西里血脉最深处的上古之血化作毁灭的飓风，居然硬生生的将狂烈大军给逼退了。还是贤者阿瓦拉克及时出手，阻止了他这疯狂般的举动。在一切尘埃落定后，卡尔穆汗算是暂时守住了，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惨痛无比。不要自责了 Siri， 没有哪个猎魔人会随缘了。你不明白这种感觉，眼看着自己深爱的人因为自己维瑟米尔之死点燃了西里的战意，他一生下来就在四处逃跑，逃离尼夫加德，逃离狂烈，甚至逃离自己所爱的人。西里知道逃不是一个办法，而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主动面对这一切。阿瓦拉克也针对他的上古之血展开了一系列的特训。特训结束后，他便叫上了自己的养父杰洛特，一起动身去寻找当初那个首任维瑟米尔的狂烈将军伊勒瑞斯。此时的狂烈大军由于此前赢下了对猎魔人的一战，他们士气饱满，气焰嚣张，而伊勒瑞斯更是狂妄到孤身闯入沼泽女巫们的业绩。威伦因为饱受战乱，已是神器之地，所以这里的村民只能求助于沼泽女巫，给予他们庇佑。而沼泽女巫的庇佑是有代价的，他们要求每出手帮一次，需要村民的一个耳朵。沼泽女巫们就倚仗着威伦是一个无主之地，在此地作威作福。然而傲慢终成他们的取死之道。西里与杰洛特利用他们的轻敌心态，终结了沼泽女巫与伊勒瑞斯的恐怖统治。可是单单干掉一个伊勒瑞斯还远远不够，众人要面对的是狂烈之王艾瑞丁，他拥有的可是一整支军队。无论是哪个国家，一旦与狂烈正面开战，那必然是生灵涂炭。不过阿瓦拉克却给众人带来了一个重要情报，狂烈的另一位大将军盖尔是一个忠于前朝精灵王的忠臣。艾瑞丁在前任精灵王死后立刻加冕，甚至可以说是操之过急了。这方面盖尔虽然怀疑过狂烈很可能与精灵王的死有关，但是他没有证据。杰洛特等人用普梦的办法帮助盖尔获得了艾瑞丁谋杀前任精灵王的证据。忠诚而高傲的盖尔立即撤回了对艾瑞丁的支持，同时还告诉杰洛特，使用太阳石召唤狂烈的舰队，便可以使得他们无法进行舰队传送，这样就能创造一个与狂烈决战的机会。好一个借刀杀人，盖尔坐享弑君者的死果。艾瑞丁失去了军队的支持后，他只剩下了自己的副手卡兰希尔和私兵的支持。身负稀薄上古血脉的卡兰希尔尽管身为阿瓦拉克的学生，但却无法开启世界之门进行大规模的传送，但是能撕裂小型空间裂隙，实现狂烈军队的跨位面突袭。狂烈的军队之所以能够在许多世界都肆无忌惮，就是倚仗于卡兰希尔的能力。然而性格急躁的他最终背弃导师阿瓦拉克的保守路线，转而效忠艾瑞丁的军事强权阵营。在吸取了上次败局的教训后，杰洛特一伙人联合吕术士集会所与尼夫加的帝国的军队，用太阳石召唤狂烈的军队，
准备在人类的主场与他们决一死战。这场战斗首要解决的便是卡兰希尔，他使用法杖传送白霜，冻结了一切攻势。见对狂烈的进攻迟迟没有奏效，担忧杰洛特的西里只身传送到了卡兰希尔的身边，击碎了他的法杖。而一旦没了法杖的支撑，卡兰希尔便不能再使用传送术传送白霜，杰洛特便得以与这位狂烈的副手单挑。此刻只剩下狂烈之王艾瑞丁了。虽然我们前面通过设定知道了狂烈也只是精灵而已，但每一次要打这个 BOSS 的时候，他摘下面具的那一刻是真的逼格狂掉。逼格掉完的艾瑞丁必然是死路一条。就在杰洛特准备给狂烈之王最后一击的时候，艾瑞丁似乎想到了大将军撤回他的支持，西里突然掌握了上古之血的能力，自己的军队被传送到了人类世界，都是政敌阿瓦拉克的手笔。心有不甘的他说道：“阿瓦拉克把我们都给耍了。”话落，天象异变，四周白霜骤起，远处的迷雾之塔突然亮起了光芒。想到狂烈之王的遗言，杰洛特不禁对这个盟友也起了疑心，自己的女儿很可能被阿瓦拉克给绑架了。杰洛特便急不可耐地跑上塔顶，然而等杰洛特登上了迷雾之塔的顶点，却发现西里是自愿站在这里的。他并非被绑架，而是主动走向了命运的祭坛。他要用体内流着的上古之血去封印那吞噬万物的宇宙灾厄白霜，因为白霜每存在1秒，就有无数的生命化为冰尘。不解决白霜的话，就会又有一个种族试图以此发动战争。这一次是狂烈，下一次很可能又是别的军队。只要一个种族有生存下去的欲望，那么战争将永不会停止。因此，这份源于血脉的责任，他必须要背负。杰洛特一时间竟说不出来一句话。他想让西里放弃这一切，但是他的话语又是这么的无力。他想开口，想用千百种理由挽留西里。父亲的自私，猎魔人的准则，哪怕只是喊一声他的名字，但是西里早也知道杰洛特会说什么。他毅然决然地回复：“一定还有其他办法。”你怎么知道如何拯救世界，傻瓜？你就是个猎魔人。这一刻，杰洛特仿佛又看见当年那个懵懵懂懂的小女孩，如今却要扛起整个世界的存亡。他是他的父亲，但他守护不了他的命运。西里没有回头，只身进入了白霜中心。他张开双臂，将体内那古老而强大的血脉之力彻底释放。从此，多元宇宙毁灭的浪潮白霜终于被强大的空间之力封印。他做到了用血脉里的上古之血的力量守护了万千世界的脆弱平衡。尽管这短短半小时不足以完全展现巫师这款游戏的全貌，但我相信它一定是不少玩家们心中最好的那款 RPG 游戏。也希望通过这期视频能够让更多的新朋友们去了解巫师这个奇幻又充满了波兰风味的经典神作。最后的最后，恳请屏幕前的您帮老蛋点播关注，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你能看着我进步，我能陪伴你的成长。你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我是老蛋，我们下期一定再见。